连续吃了3碗，也不是说很夸张的味道，只能说稍微没有那么咸。我想多吃几次，找寻真相，味道到底行不行？所以连续吃了3天不同的产品，分别吃了普通的金色贝汁拉面、特制的金色贝汁拉面、济州鸭肉面。你们想知道这个半生不熟的鸭肉有没有腥味吗？今天来吃塔贝洛克大阪第2的拉面，看看味道如何。当时店里有音乐，我就把声音关了，不然有版权问题。店员还是很友好的，全程都允许拍摄，所以今天我就只能高情商一点了，别人也挺友好的。我第一次今天刚到大阪，放了行李，马上就来探店塔贝洛克大阪第1的拉面了。先说结论，味道还行，但不建议中国人来吃，不太符合大部分中国人的口味。我是选了拉面，没选蘸面。研究了评论，蘸面好像更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。我一会儿说。这碗面的价格还不低，就差不多快150人民币了。我加了肉，全部加起来差不多2800日元。回到后，今天来塔贝洛克大阪第4的拉面店麦柱。谈到麦柱，必须一起谈燃柱，下个视频讲燃柱。如果是不懂的人，大部分都搞不清楚哪个开店时间早，哪个开店时间晚。今天的麦柱开店时间是2018年5月19号，下个视频燃柱开店时间是2016年4月23号。谁模仿？我今天吃到的估计是人参乌冬面了。走路半小时，坐地铁1个半小时才到的，路程确实有点夸张。这个店拍摄也不容易，大家凑合看吧。塔贝洛克日本乌冬面第3高分，大阪第1高分。但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日本第1浇头的乌冬面，其他2个都是素面。大家去日本旅游专门跑那么远，不可能去吃个素面吧？这个也是唯一获得过银牌奖的乌冬面，可能只是因为今年分数低，其他2个都没有获得过。比它高0.1分那个好像也不是素面，但我看了下图片，浇头实在太杂了，好像连关东煮都有。一会儿我来讲讲。这家店也基本是要排队40分钟起步，我第1天去还好，人没夸张的那么多。后2天去人特别多，但这店有个好处，中午晚上都能吃。如果是经常去日本吃顶级店的都知道，我指的顶级店是人气高、评分高的店，不限价格的。如果没订好的话，在那个时间点是特别尴尬的。晚上7点，基本去哪个好一点的店都不给吃，或者人家已经卖完了。当然，你如果路边随便找一个店的话，那另说。7点甚至8点多还没选好的话，可以来这个店，很方便。JR福岛站走2分钟就到了。先说个结论，金色贝汁拉面盐度只比中国平均高1/4，算中国人能接受的盐度，也不算咸。鸭肉面有点咸，吃不了咸的千万别点，吃得了的也别点。先说鸭肉面的鸭肉，很惊奇的居然没有鸭骚味。我对鸭骚味很排斥，我在南京没找到一家烤鸭店鸭子没腥味的。具体一会儿等我最后测评，反正3碗面我都有讲到。他这个拉面很聪明，上个视频那家店也是一样的，忘记讲了。他先挂着沥水，然后再变成甩水，其他店其实可以借鉴一下。就这个师傅的动作，我感觉挺娴熟，比一般的要熟练很多。这家店也有我说的问题，小锅2次加热汤。他们这2家店不知道什么关系。产品倒是不一样，上一家好像是主打鸡汤面，这家店主打鸭肉面和贝汁拉面。贝汁拉面让我想到我们视频做过的东京第4拉面琥珀。如果你们晚上来的晚的话，基本都吃不到特制的限定了，只能吃普通版本的。
普通版本的贝汁拉面我推荐，肯定比鸭肉面选择好。我视频后面会讲鸭肉面，我也吃鸭肉面了。叉烧我是加了的，大概是390日元。我还加了一碗叉烧饭。来日本吃拉面的话，我都建议你们加，因为价钱在日本来说比较划算，只要10几块人民币吧，好像。我看每桌日本小巧的女生也会加叉烧饭，因为属于比较划算的，人家这些东西也不单卖。叉烧很新鲜，很好吃，软嫩，没有猪夹气，味道就是大部分排名高的店都能做到的水平。这个面的颜色会比上个视频的深一点点，更劲道硬一些，肯定没有我们第一个大阪视频的面条好吃。单面条来说，笋子不错，不是臭的笋，是新鲜脆甜的笋，汁水也多。他们家的金色贝汁拉面的汤底很像琥珀的味道，又有点像金色不如归的柠檬汁还是柚子汁的感觉。你能很明显的吃到有水果的香味，它的汁还是跟汤分离的，吃着的味道比较明显，一点都不算咸，减少1/4的盐度就差不多是中国平均水平了。这个面条我是推荐你们来吃的，我后面又吃了3天，我也验证了一下我想的对不对。汤的味道还是丰富的，但是鲜美度肯定要差一点。叉烧我放下去热了以后，虽然不带粉色的，还是很好吃的。我现在吃下来，感觉这家拉面比我在东京吃的那几家味道还要平衡一点。我现在基本吃盐拉面都不吃酱油的，酱油拉面容易有点咸，还有股那种酱油味不太好闻。其实大体味道，这些名店的清汤面的汤味道都差不多，感觉配方都有点像，只是比谁的细节做得更没缺点。我现在主要总结了3个缺点：一就是别太咸，2就是鸡汤别有鸡焖味，3就是别有那种酱油的焖味。鸡汤的鸡温味有点像那种腌制过的鸡的味道。这个叉烧饭味道是好吃的，烟熏味重，基本都是受热，也不肥也不柴，口感挺好的。只是我不记得是他们家的叉烧饭还是上一家的，吃到底会有点咸。这家店的汤还可以，我至少能喝完，应该是大阪唯一一家我喝完汤的拉面。现在去讲第2次吃的特制的贝汁拉面，就是多了北海道的扇贝。中午排队有点狠，大概也是1个多小时，但是能吃到限定版的。限定版的摆盘就更漂亮，我更推荐你们来吃限定版。先来吃一口看看叉烧加面的感觉，我吃了以后感觉也不咸，还可以。这个袋子比入路的好吃多了，一点腥味都没，里面是鲜甜的，还是不错的。这碗限定面集合了琥珀、入路、金色不如归3家店的优点，还是可以的。笋子也好吃，鲜甜脆，不像腌制过的那种。这块烤过的五花肉很香，入口即化，也不肥腻，挺好吃的。如果你是经常吃日本清汤面名店的，那味道可能不会有什么惊喜，只是相对来说毛病最少的一家。我现在第3天来吃鸭肉面，晚上7点来的，排队就比较夸张了。我本来计划是去吃大阪第5的那家，但是临时关门，那只能来这里了。我一般对日本的鸭肉不太抱期望的，琥珀池袋的那次给我是真的吃抑郁了。我也没搞懂怎么日本人对鸭肉那么执着。就这个鸭肉我仔细品了，一点腥味都没，血味都没。就上海面务厅的鸭肉，就是烤过的那一部分，第一口没腥味，
但是仔细品的话，腥味还是挺重的。鸭肉虽然没腥味，但是酱油汤底特别咸，根本吃不出任何味道了。我建议你们千万别吃，如果是吃这个鸭肉面的话，可能会觉得这个店挺难吃的。评分等级5 3颗星，新鲜的食材，专业的技术。吃到排名高的高分浓汤系拉面，肯定第一时间要来试试。但我感觉可能是评论区的兄弟说的，塔贝洛克也能充值。我第一次遇到拉面店不排队分那么高的，一般3.7分以上都要排队的。我看到这个宣传图，感觉凉了一半。方便面都出的连锁店，这个好像是。这家店已经是连续8年塔贝洛克拉面前100了，那么稳的成绩。我点的是超浓鸡汤拉面，下面是加了4片叉烧。这名字也是叫的厉害，殿堂店，语文真的好。就这个还是我说的问题，大锅先煮好，换小锅加热，这种操作基本就没啥鲜味了。也有可能是这些汤如果不跑量，一直烧开的状态会烧干了吧。下次去衣柜和胖子面看下，他们是怎么做到汤保温的。亏阳那个牛肉粉太能跑量了，也拍到大锅一直是开着的状态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这个店好像没煮碗，碗的材质是对的，但我吃的时候一点都不够烫。日本的平均水平肯定是煮碗的，至少碗也要靠着下面附近加温。这个店确实有点随意，直接从上面拿碗下来。上海头部那几个店都不会这样操作的，人家毕竟比较友好，我还是不能往重了去说。至少是明火加热，比电磁炉的还是好很多。我感觉这个店估计也很快在上海开分店了吧。先说个结论，我个人感觉比依兰好吃一点，大众接受度肯定没依兰好。依兰会比这个浓度、汤的口感之类的适合中国人，只是依兰肯定是勾兑的。这个是不是勾兑的，我后面边吃边说吧。感觉很多人还是带滤镜看日本，像这个店的环境是有点包浆的感觉。我再说个结论，豚骨拉面我没吃过比上海豚人好的，干净细腻，汤头虽然浓，但是清爽干净，没那种脏脏的感觉，叉烧也挺好吃的。感觉日本这些豚骨拉面店都有点包浆。以前我还没拍视频，就吃过二郎拉面三田本店，还有池袋那几个豚骨拉面，比豚人都差得远。主要豚人是他一个人全程制作，还有助手帮忙搞卫生。可能因为是店里就他一个日本人当主厨，大家都捧着他，给他卖力干卫生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去过的所有日本豚骨拉面，卫生都不行，清汤系的行。有些豚骨拉面店还有臭臭的味道，所以豚人在这方面就完胜了。卫生会影响它汤的细腻度，会影响汤散发出来清香的味道。我是真的推荐大家去上海吃豚人的面，口淡的就叫它不要太咸，就是正常的味道了。它是用拉面酱调整盐度，少放点就不咸了。当然如果你吃不惯浓汤系的拉面就不要去。我是属于只要做得好都吃得惯的，我如果吃不惯的就是拐弯说难吃。也有一小部分食品是真吃不惯，凡事都不说死，不说100%。面终于来了，那听我来评论这个面到底如何吧。从视觉上看，叉烧就有点干，瘦肉部分中间都有点起球了，有点我不太喜欢的泡沫，不过不算多，豚人是完全没有泡沫的。你们吃日本拉面，记得把叉烧弄下去热一下，基本所有店的叉烧都是凉的，热一下口感会好一点。不能放现场声音，确实有点奇怪，我不想加音乐，主要放了你们不喜欢的歌。
那有的人就直接关掉了。叉烧不算柴，没有猪骚味，味道很正常，不算难吃。这个笋子有点臭，让我误以为这个汤是臭的，把笋子吃了就不怎么臭了。面条不软烂，算有劲道。这个面就是你们平时吃过类似面条的味道，就是你们看着什么样味道的面条，嚼劲口感就是类似这个味道的。汤汁咋说呢？不难吃也不好吃，跟豚仁配方有点类似，缺点灵魂。我没喝汤就知道什么味道，是因为挂在面上的时候就尝到了。这个汤还有个奇怪的点，我忘记说减盐了，完全不咸，盐度很符合大众的口味。这个汤我感觉不像是科技勾兑的，但不像今天在店里煮的，没啥鲜味，吃完以后嘴巴有点臭臭的感觉。豚仁吃完嘴巴是回着猪骨汤的香气，那个就是新鲜现煮的，感觉这个汤像放过冰箱的感觉。这个面热着的时候还是能吃的，我后面基本吃完了，完全没浪费。我是没搞懂，这能排到大阪第2吗？难道大阪真的是美食荒漠？我都感觉豚仁的配方是跟这个店学的，底味有点像，细节差距挺大的。我都有点想从大阪回上海机票不要了，直接去东京玩几天算了。你们知道大阪有什么好玩的吗？我感觉买衣服的店都没东京多。我先发这个视频的用意是告诉你们，我看日本没滤镜，还是追求客观评论。说回这个面，吃的时候没感觉到不怎么好吃，但是吃完走了，感觉回味不一样。我还有一个没搞懂的点，怎么大阪第1、第2的拉面都是连锁店？第1的那个面条确实很好吃，有没有科技没吃出来。我现在是真的怕连锁店套路太多。我才发现这个店细节很粗糙，碗上的字都快没了，按理说匠人日本不该这样。我观众还是聪明的，说了正确的话。反正这家店我肯定不会来第2次，第一的那个店应该会吃第2次的。我估计我关系的观众肯定会有人吃过这个店，来聊聊感想吧。我今天就不评分了，我也不想评分了，不然确实有点不太友好。正片，我再重复一个概念，为什么要以塔贝洛克排名为主探店？在中国，没人会以大众点评排名探店，两个东西有着本质区别。塔贝洛克更偏向社区论坛，日本人有什么拉面协会之类的，他们讨论研究集会能力比我们稍微强一点。塔贝洛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但不管什么地方，肯定有利用规则排名赚钱的。像这个排名有权威性的，基本前几的店铺特别高端的很难吃到。像大众点评那些排名前几的，不要说吃到的难度了，很多生意还不如没排名的好。我在日本没见过哪个店没排名的店吃不到的，吃不到全是排名高的。作为观众，你们的时间精力也有限，还不如先了解观看排名高的店，热门店。和我一起成长，我们先把排名高，先吃一段时间热门店铺，再用主观思维去找店更好。说回这个店，我个人建议别来，我下午1点15排到2点半才吃上的，菜单完全看不懂。在我这里加分的没有中英文菜单，能确定是本地人吃的店。在我附近所有人聊天没外国口音，都是日本人，完全不像东京吃的入路，一个日本人都没。我们要学习日本人，要懂得宣传自己店内的食材。我评价高的国内那些店，我先不说食材的产地，至少选材是新鲜的，但是他们根本不会去说，也不会去宣传。像贵州吃的那些牛肉，我不去问他，他根本不会去讲，也不会去介绍。很多说易贵和花钱玩营销，据我所知，他都完全不介绍自己怎么熬汤的。
我们国内有个最大的问题，骗子最爱宣传，真正做事埋头苦干的完全都不说话，就这点太差了。虽然没说不给拍摄，但这个完全挡住了，等于不给你拍。我点的是盐拉面加他们的特选黑猪肉，点错了，我其实要的是馄饨盐拉面。拉面应该是1400日元，加肉大概是1250日元，反正不便宜。日本人普通人的工资也就税后20到30万日元吧，这个消费挺高的，起码是中国的4倍。有3个月没吃日本拉面了，感觉一次性筷子相对来说质感挺不错的。叉烧味道不错的，不是那种一咬就软烂的，也算有劲道，有点腊肉的味道。这个面条开始吃不算惊艳，但是很耐吃，越吃觉得口感越好，面也特别香。东京拍过那几家拉面店的口感有点像这个，但比这个耐吃程度差远了。虽然是机器制面，但是技术含量真的很高。你们看，我前面也拍到个有制面的房间，他说是什么名古屋的鸡蛋，我吃着跟黄天鹅的鸡蛋差不多。我现在开始说缺点了，就是太咸了。我敢说80%的中国人都会觉得咸。我进店的时候跟点菜的说我要淡点，要减盐，他说不可以，都是熬进去的盐。一般在国内的店铺不能选盐度的，基本都是预制菜。这家店好像是个连锁店的总店，但吃着不像工厂半成品勾兑的。我也不能100%确定，只能说大概率应该不是。我今天吃这个店让我有点微微明白了这家店为什么咸。一般我们吃到咸的都是盐直接撒多了，但这个我仔细品了一下，有点不像直接一次性撒进去的，可能他说的是真的，一点一点炖进汤里了。一般咸的东西都是直接吃咸，它这个是循序渐进回味的咸。但我还是说结论，我不喜欢吃那么咸的，汤都完全没法喝完，鲜度都被咸麻了。但它这个面条的香味和口感让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。我现在在做视频，我都想再吃一碗，如果哪天有空我可能还会再去吃一次。我现在回想吃它这个面条是让我极致的享受，如果盐度再减少一半的话，那就更完美了。我基本没遇到过这种单吃面条就让我折服的店，完全不考虑汤的情况下。也有可能是它的汤好，只是被咸味盖住了。对了，它的汤一点鸡骚味和闷味都没有。东京那几个鸡汤面还是有点鸡闷味，我虽然给的分高，可我没那么喜欢吃。我最近思考了下，还是把评分标准不能以最大优点的评，有差有坏的还是不给分了。像那几个高端店铺，它一大堆不好吃假的高端食材，但给你吃1-2道很好的。像这种我以后就不给高分，我就不评分了。仔细想一下，它这个叉烧其实也很好吃，就是咸味盖住了，口感香味都不错的。辣跟咸还不一样，太咸的我真吃不来，特别辣的我还喜欢吃，这也是个人口味问题。不过今天以后我会去学习，盐度不是直接一堆加进去的，尝试去理解。如果你们要来，就去店的 IG 找图片给点菜的人看，菜单日本人都看不懂。我排队的时候，我跟日本人聊天，他都不能确定很多菜到底是什么，他也问了店员很多。我个人建议来别吃蘸面，虽然好像是招牌，我看大众点评中国人说面太冰了，吃不习惯。这家店其实好像还行，我现在看视频还是想吃第2次。我下次去要加面，其实加了面可能就没那么咸了，对，我还要再去一次。这个店应该是我唯一吃面第一次想单独加面的店。
面条确实是极致的好吃。谁不知道，如果要模仿的话，肯定是后面的模仿前面的。不过这两家店应该不存在模仿，产品完全不一样，拉面的名字也不一样，只是看着有点像。我说这段话的用意是，很多董哥不懂装懂，我要考虑到所有观众的心理。我说这些没吃过看了我的视频也可以不懂装懂去当董哥。排队人数很多，2列，我吃上大概排了1个半小时。我之前还以为只是东京流行清汤面，其实大阪也是清汤面是主流。排名1到5，就一家有浓汤产品，还是连锁店半成品。日本人真的会宣传自己用的鸡原料是有多牛逼，像这种宣传对我没用，我不会像那些拉面博主，看到这些就吹汤有多鲜美，多好吃。我们都是用自己的经验去判断，不会被店家的宣传洗脑。当然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，但他加一大堆盐，材料再好也没用。你们观察下，汤又是用小锅加热的。我反正喝到鲜美的汤，基本都是在中国，都是滚烫大锅直接打到碗里的。所以好吃的日本拉面，在日本也是极度稀缺资源，跟中国也一样。这家店我排队的时候还发现，客人基本都是30岁以下的，是我见过排队拉面店里年纪平均最低的一家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是年轻人看的媒体有大力宣传？反正外国人很少，基本都没看到。像中国人可能都在新斋桥或者五铁炮那些拉面店吃饭吧。我觉得大家旅游就应该找本地人吃的，难道真的是错吗？为什么非要在游客店景区吃饭？想想你们老家景区的饭好吃吗？日本人做完面条会把碗周边擦干净再上菜，挺认真的。我们中国人该学学。日本人在我这里就是努力的插身，面这一块真没中国人随便做的味道好。我说的是平均水平，是顶端，可能顶端还是日本人的好吃。还剩下拉面神次之子的店，还有他徒弟的了，其他热门大部分都吃过了。明年有空的话，2、3月、4月份抽时间，我专门去吃一次看看。那个是真会讲故事。我看纪录片，每天早上开面包车去山里拉山泉水煮面，各种制面的机器，各种熬汤的机器，你们感兴趣可以去搜下。我目前在日本没吃过汤比益贵和好的面，但讲故事的能力比益贵和好太多，价格也贵很多，随便拉一个你听流程都比益贵和强。益贵和肯定也不是中国最好的汤，因为它的食材有限制的，它的那些食材产地不是很好，只是它的那碗面的特征跟日本是最像的。日本我吃过的这些面，我找出不行的2点最大原因是：第一是咸，第二是2次加热。你们别听那些博主吹日本汤多鲜美，啥都品不出来。这碗面如果我没吃过，看品相，真的是完美至极的汤底。像这个汤金色透亮，叉烧的颜色很完美的嫩粉色，火候各种都超级无敌。我先把叉烧按下去，用汤加热一下。它的这个面条很普通，你们可以放大看看，看着跟中国面条一样，吃着也差不多，就有点像那种兰州牛肉面的面。我清楚的记得，我吃的第一块叉烧，猪夹气有点明显，虽然口感还可以，挺软嫩的，其他的叉烧没有这个问题。面条第一口挂着面上的汤汁就超级咸，基本吃不到任何鲜味和其他味道了，就是咸味。汤的洋葱味还是明显的，但还是咸。这个面条是巨咸，大概它要降低差不多1半以上的盐度，
才能到正常的盐度。就这个馄饨的肉馅儿肯定是黑的，不好吃，也是挺咸的。鸡蛋还不错，很软。国内的茶叶蛋不能像这样加。就这种就是真正的溏心蛋了。日本的这些鸡蛋生吃是没腥味的，在国内你买黄天鹅的鸡蛋也没腥味，只是那个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套路，它产量大的有点吓死人。说真的，我拍摄了面还浪费的话，是有点尴尬的。我是想直接走的。就这面就是咸的比我上次那个不平分的，还是有点更吃不下去。就这个笋子是不错的，不臭也没怪味，很新鲜，脆的挺有水分的。其他几块叉烧味道还是不错的，只是没啥可吹的点。像这个盐度，我应该觉得没有中国人吃的习惯。我是有点硬着头吃，不能浪费，有点尴尬。像这个汤虽然很咸，但对我来说有点偏白开水。我的意思是动物油脂的香味没有吃出来。我感觉可能是它兑的水多了，比例不太对，跟骨头那些东西。很多人其实不太明白，真正的香味和调料放一大堆是不一样的概念。打蛋无味，但是调料味很重很咸，这是很多不好吃东西的共性。我预告一下，下一个视频那家燃注的鸭肉面也很咸，也不怎么好吃，但是有一款产品还行。燃注我吃了3次，验证了3款产品，得出的结论还行，但可能中国人也吃不惯，只能说在日本拉面里算还可以的，比我吃过的其他几家都还行。叉烧饭的味道不错，跟燃注的味道一模一样，很大一股好吃的烟熏味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2家叉烧饭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，好像叉烧饭吃到底部的地方也是有点咸。今天我就不评分了。下了地铁，完全来到一个超级郊区，好在日本还算安全，路上一个人都没有。实在太夸张了，不是超级美食爱好者，不建议来，实在太麻烦，半天都在折腾。下次2、3月有空去东京的话，也要去探寻一下日本第1和第2的拉面，也很麻烦。有人懂种菜吗？怎么这些菜地也是一小片一小片？我终于快到了，你们远看人这么多，已经在排队了。我来的时候差不多是开店时间，已经进去了一大批人，还算运气好，排到第2批前面，可能工作日天冷人少吧。乌冬面这玩意儿，我吃过东京几家塔贝洛克前100，感觉都不太入味，不爱吃。我来这家店也是因为这家店是一个菜系的大阪第1，还能吃到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很多菜系的第1没那么容易吃到，塔贝洛克榜单总体还是有参考价值的。我感觉便宜的更有参考价值，因为不太可能充钱。塔贝洛克应该开始是个论坛这种类型的网站，日本那种专业极端爱好者的论坛，跟大众点评还是有区别。大众点评评价分数，中国人应该没人看。就这个鸡蛋还是有细节的，好像不是直接打的丢进去的。我吃的是他推荐的招牌，是拌的。我个人建议你们也别吃汤的。我最后倒那个茶壶进去，巨咸，根本吃不了。可惜有个玻璃挡着，
我感觉它这个牛肉的用料应该是很新鲜的和牛，比一般寿喜烧用的和牛还好。这真的不能吃汤的，又是2次加热的，一定要吃拌面。看到了，确实是和牛的雪花，虽然不是很清楚，隔着玻璃。它不是那种提前涮好给你打肉的，是一碗一碗涮的。这个特别关键，如果是懒的这种浇头店的话，很可能给你一大堆一起涮，你点一碗给你一点肉的那种。这个摆盘还挺认真的，主要是太远了，没吃过，不然我下次去肯定要加2到3倍肉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肉。就这个天妇罗的外表看着特别业余，颜色、面衣厚度跟贵的比都不对，不过在平价的里颜色算好看的，淡金色。我觉得你们看视频也能看出来，这个乌冬面有点偏软，但是韧劲还不错，不太好咬断。我上次吃的那个塔贝洛克甜一版，感觉面比这个好，主要我也不太记得了，但是那个不太入味，味道很淡，但是很入味，面条软糯，味道还可以，可能我喜欢更弹一点的。明显比图片那个好吃，就刚才图片那个。牛肉很好吃，100%是和牛，带奶香味，很新鲜，没有那种不新鲜的牛骚味，入口即化。也不太算完全入口即化，但是很软嫩，和牛的品质是真的还可以。比去吃一个寿喜烧的和牛还好吃。我刚才该点2碗面，1碗分量对我太少，好像不能加，要重新排队。虾很好吃，是那种清爽，很清爽，口感很弹，但是又软嫩的虾。虾的品质新鲜，超级好。这碗乌冬面相当爽，推荐你们来吃，不过就是有点太麻烦了。在日本就是吃个饭实在太麻烦了，不然我还想第2天再吃一次，看看水平是不是真的好。你们看一下，这个面吃2口就见底了，对我来说真的太少了，味道都没尝出来。这面条口感咋说呢？感觉可能是不是有点过于软糯，我感觉是不是有点煮过头了。我总觉得这个乌冬面本身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，说不定是香川那2家面条本身做得好，所以分要稍微高一点。这家反正口味偏淡，但是味道融合度高，挺好吃的。还有个鸡蛋天妇罗，我都有点忘记了，现在来吃吧。就服务员让我放这个酱油吃，我感觉没必要，加的这个酱油还有点咸。我感觉这种鸡蛋天妇罗有点没必要，就是一个溏心蛋还加了面衣，那我还不如直接吃个溏心蛋，这样更不油。就这个鸡蛋品质应该不错，看心就知道了，颜色很漂亮，但是味道上就跟普通的溏心蛋没太多区别。就这家店我觉得和牛应该是算高级食材，虾就是算挺新鲜的食材。如果交通方便的话，这个店我是愿意2刷的。他让我加这个汤进去，完全吃不了了，巨咸，浪费美食，汤是直接喝不了。评分等级6，4颗星，高级的食材，专业的技术。我是后悔没点2碗，加的这个汤把我咸的头晕。